Hello，各位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不简单的细节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纽结的手提包，使用8股的手边线与裁点线交织而成，呈现自然温润的编织纹理。提手的纽结设计温柔却带有个性，让包包更添灵动层次。让我们一起来钩织它吧。线材以8股手边线作为主线，而裁点线作为配线，并使用 5.0 毫米的钩针。其他工具材料如影片所示。成品的完成尺寸如图，供大家参考。首先使用主线8股手边线锁边起针，起针之后钩织98个锁针。98个锁针中，70个锁针是提手的长度，而剩下的28个锁针则是包包的高度。98个锁针结束，我们加入裁点线作为配线。第一行，我们在倒数第3个锁针上放记号扣。接着从这一针开始，连续钩织96个中长针。第一个中长针放记号扣，而我们跳过的这2个锁针，将它视作中长针的起立针，它不算针目。之后在每个针目上钩织1个中长针。这一行主线与配线搭配着一起钩。96个中长针结束，我们绕到锁针链的另一边，接着从最后一个针目，在基础行的另一边连续钩96个中长针，这一行一共完成192个中长针。在织物的这一端就是包包的底部，这一行的最后一个中长针会回到我们起始钩织的那个锁针针目。第一行结束，第二行将织物翻面，2个锁针起立作为中长针的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在每个针目钩织1个中长针，第一个中长针放记号扣，它会是下一行的最后一个针目。在织物往返钩织的这一端是平的，这里会是提手的一端。每个针目1个中长针，这一行也是192个中长针。这一行的中长针沿着上一行的针目钩，第二行结束，第3行翻面，2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我们以主线加配线钩织70个中长针，第一个中长针仍然放记号扣，2条线钩织70个中长针结束，我们将裁点线断线，
接着只使用主线钩织接下来的52个中长针，线头可以一并包着钩织几针再做修剪。我们在第71个中长针，也就是只用主线开始的这一个中长针放记号扣，只用主线钩织的这52个中长针，这个部分是包身。我们在第122个中长针上放记号扣，接着为了对称着另一侧，我们再度加入配线，以2条线钩织接下来的中长针。这一圈的总针数不变，仍然维持在192个针目。第3行结束，第4行翻面，2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这一行主线配线的安排如同上一行，先以2条线钩织70个中长针，而遇到第71个针目，将配线断线，只以主线钩织接下来的52个中长针。主线的第1针中长针再放回记号扣，而只用主线钩的第52个中长针也同样放回记号扣，后续再加入配线钩织剩下的70个中长针。第4行结束，引拔断线。断线时配线直接断线，而主线的部分则留下约70公分的长线用来缝合。接着我们将织物翻面，使结束时的线头置于右上方。接着向左，在第71个中长针，也就是做记号扣的针目，以主线加配线重新起线。起线之后，第5行先2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第1个与第2个针目钩1个中长针的并针，在这2个针目各执行一次钩针挂线穿进针目，再带出线来。接着再次挂线钩出所有线圈，完成1个中长针的并针。这个并针是第1个针目，我放上记号扣。接着连续48个中长针，我们会在2个记号扣之间钩织包身。接着1个中长针的并针，包含记号扣所在的针目，我们会把52个针目用完。第7行结束，第6行翻面，2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在第1个与第2个针目钩织1个中长针并针。第1个并针放记号扣，如此靠近提手的这个边会是斜的。接着46个中长针，最后剩下2个针目，钩织1个中长针并针，结束这一行。
第6行结束。第7行翻面，我们将配线摆到一旁，配线不需断线。第7行只用主线来钩织，两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第1、2个针目同样钩一个中长针并针。接着44个中长针，最后也是剩下2个针目，钩织一个中长针并针。第7行结束。第8行翻面，继续只用主线钩织第8行，两锁针起立之后，一个中长针并针，42个中长针以及一个中长针并针。而在这一行的最后一个中长针并针，在操作挂线钩出所有线圈时，我们以主线加配线来挂线钩出所有线圈，完成这个并针。如此下一行我们就用2条线钩织，之后按照单股或双股钩织的文字节安排来进行后续的行数。第9行到第22行不再做针数上的变动，每一行44个中长针，每隔2行进行单股或双股的切换，直到第22行。第22行结束，接着我们要对称第5行到第8行，钩织接下来的行数。第23行翻面，只用主线钩织，两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第1个针目1个中长针的加针，也就是在这个针目里钩织2个中长针。这一行的第1个中长针仍然放记号扣，接着同个针目里的第2针中长针，接着连续42个中长针，而最后一个针目1个中长针的加针，这一圈增加2个针目，完成46个中长针。之后翻面，按加针的规律钩织接下来的行数，仍然每隔2行就进行单股双股的转换，加针的部分一直进行到第26行。第27行到第30行不再加针，如此包包的两侧形状就会对称。接着我们引拔断线，配线直接断线，而在主线的部分留大概30公分的长线来做缝合。我们将最后一行对折，无论是哪一面朝外都可以。接着利用所留长线，以卷线缝的方式缝合包包这一侧的侧边。缝合结束，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接着是提手的部分，我们将提手的长边相对，接着距离这一端大概10个针目，先做个记号扣，大约从第10个针目开始，利用所留长线进行长边的缝合，同样以卷线缝的方式缝合至包口。提手缝合到接近包口的时候，就可以结束，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接着将提手打一个扭结，扭结远离提手的一端。接着我们另取大概30公分的线段，将提手的这一端缝合至包包对称的位置，也就是第27行两端之间。提手的这一端与包包主体缝合相连之后，继续缝合提手所留下的这一段未缝合的部分。最后为包口收边，我们在包口靠近提手的这一行，也就是第26行侧边，以主线重新起线。
在一个锁针起立之后，沿边钩织短针，在靠近提手的斜边部分大约钩6个短针，只要平顺即可。而在包口平边的部分，在每一行的侧边钩织1个短针。这一面包口钩织结束，我们将钩针以及线团穿到包包的另一侧。接着在另一边的包口继续钩织短针收边，在两边包口的短针针数安排尽量一致。包口钩织1圈短针结束，在收边的第1个短针上引拔，将头尾相连。接着断线，藏好线头。最后你可以选择为它装饰金属标或者是布标，并且在包口的内侧安装磁扣。而在包底，我们可以将两角向内折，使包包的包身更具立体感。这部分也可以依个人喜好，这样这个简约却充满细节、温柔却带有个性的纽结手提包就完成啦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